苏老师，不要晃了。咱们13中这种排名垫底的私立学校，怎么可能在奥数竞赛上拿到名次？做个过场而已。这样想靠比赛保送大学啊，就是在做梦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也是孩子们的老师，你怎么能讲这种丧气话？我相信学生们一定能闯进决赛。郭老师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给我们说的题啊，这次在考试中全部都用上了，这太神了！是呀，苏老师，虽然我们成绩差，但是有您的教学，我们一定能考进奥数决赛的。你们啊，都是好孩子，老师会继续带领你们在决赛中夺冠的。太好了，加油！老师带领下，冲击冠军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醒醒！苏老师，苏老师。今日南城日报1年1度国际奥数竞赛，我市13私立中学闯入决赛，打破京都名校长达7年垄断。汪主任，13私立中学作为一所普通私立高中，却能打败各大重点中学，闯入奥数竞赛决赛，能问问学校是有什么秘诀吗？之所以能闯入决赛，关键是我们有一位金牌教师。金牌教师？没错，全靠这位老师对学生们的教导，才能使得我们高3一班的学子们闯入奥数竞赛决赛。在这里啊，我要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辛勤付出。以特有的夜课辅导法，曾经带领学生连续7届蝉联全球奥数竞赛总冠军，成为世界上唯一达到此成就的大夏人。何止是金牌教师，简直就是我们教育界的传奇。我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私立中学，怎么能有学生闯入奥数竞赛的决赛？原来是你的功劳，苏老师。陈峰，你不是在英美地区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苏老师都带领国内学生走向世界了，我自然不能落后啊。那这位老师是？这位老师就是刘希，刘老师。刘希，刘老师。我也只是简单指点而已，更多的呀都是学生们自己的努力。岂有此理！13私立中学的领导是干什么去的？你为了这群普通学生，带领他们闯入奥数竞赛，他们居然找人顶替了你的功劳。有什么误会吧？误会？你住院这几天，13私立中学有任何表示吗？有一个学生来看望过你？我真的不理解，你为什么要执教13私立中学这样的末尾学校？来起行吧，只要你愿意，薪资、职位你随便挑。我喜欢在13私立中学执教，是因为你看，这不是来慰问我了？王主任，我没事。苏玉，上班时间谁让你擅离职守的？不管你在干什么，立马给我滚回来！干什么？不要命了！陈峰，学校好像有急事，我必须得回去看看。我送你。苏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13私立中学他们根本不重视你的付出，你给他们1对1的夜课辅导，可他们呢？那不是苏老师吗？哎，还真是。陈峰，我相信这所学校不会让我失望的，这一切只是个误会。这男的谁呀？这么有钱，该不会是被包养了吧？这刘老师说的是真的？拍下来。苏玉呀，苏玉，我正愁着怎么把你赶走，你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是手把手教我做课件儿，帮助我成长。
但这次的机会对我来说更重要。只有把你赶走，才能真正成为13中的金牌教师。苏老师私下被老男人包养。哟，这不是苏老师吗？你男朋友那么有钱，还舍得让你来学校上班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，刘协？对了，我问你，昨天的新闻报道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成金牌教师了？我也不想，但是，要不你自己去班级看看吧，就知道了。还有脸回来？谁让你擅离职守的？我们孩子参赛的时候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请假是有点私事。有什么私事能比我们孩子竞赛还重要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觉得我们孩子不行，怕丢脸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孩子预选赛第一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们孩子会有这样的成绩吗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有什么教学能力？我们孩子能够闯进奥数竞赛决赛，那都是刘老师的功劳。好啊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不仅擅离职守，还想抢功劳，看不打死你就是贱人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，王妈妈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能打人呢？刘老师，这个贱人来学校抢你功劳来！还好我们心知肚明啊，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的是刘老师，跟这个有违师德的贱人没有一点关系。跟我没关系，我抢他功劳。你们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？在干什么呢？王主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代表全体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立刻开除他。什么？开除我？开除我？苏老师，上班时间擅离职守，置学生们不顾，你还配当老师吗？主任，我没有擅离职守，我请假是因为我……没有因为，不管你有天大的事情，那都不是你请假的理由啊！身为老师，你就是死，也要给我死在讲台上。对呀，哎，你再看看人家刘老师啊，刚带领学生闯入奥数决赛，劳苦功高，身体抱恙还在坚持工作。你一个跟刘老师打杂的，怎么就不能坚持了？我给他打杂，主任你搞错了吧？我比你早来13中学，难道还是我给你打杂？何况你有违师德，请假是出去卖吧？卖？还跟我们装蒜呢？表面正经，私底下却被老男人给包养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什么？还嘴硬吗？这下没话说了吧？白天当老师，晚上当有钱人的小三，你挺会玩啊！有钱人啊，就喜欢这装纯的你老师。要说啊，肯定没少给分。你们这是在造谣，这不是真的。这个人是启航学校的校长杨晨风，他来邀请我去启航学校教学的。哎呦，我呸！邀请你？你以为你跟刘老师一样是金牌教师吗？一点用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被邀请？我看啊，你就是被包养的小三。苏老师，你身为13中的老师，竟然被竞品学校的校长包养，这难怪教学不上心，隔三差五的请假。我看就是故意拖延教学进度，耽误学生们成绩，想用这种手段来帮助竞品学校吧。我没有，我请假是因为我去医院养病了，这件事情和杨晨飞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苏老师啊，你不会是想说因为教学太累，把自己给累倒了吧？确实如此，但是教学进度一点都没有落下，否则孩子们也不会进入奥赛决赛。那你这意思是说，带领孩子们闯入奥数决赛的是你了？是我。幸亏我收不到，不然就都被你骗了。为了抢夺功劳，真是不择手段。王主任，你别听他的，什么累病了，我看啊都是胡扯。真正辛苦付出的是刘老师，他不过就是想抢功劳，坐享其成吧。王主任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苏玉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高三一班由刘希刘老师亲自接手。开除我？你们这就是在造谣我！主任您自己看看，我请假到底是去干什么了？这个是我第7天在医院的清单。我一直都在医院养病，为了能让13私立中学进入奥赛决赛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难道我们误会苏老师了？这几天他真去医院看病了？苏老师，难道你真的是为了给学生们补课累到生病住院了？啊，苏老师，你不过是给我打打杂就累到生病，就你这体格子还怎么当老师啊？没错，现在可是我们孩子学业的关键时刻。哼，你没能力，身体也不行，就别来祸害我们家孩子了。就算生病了，你也应该坚守岗位。要是耽误我家孩子拿奥数冠军，保送名校，这后果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。刘星老师为了学生已经够累了，还要带着你这里一个拖油瓶，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，还想抢功劳，真是个会读书的白眼狼。我不懂感恩，我是白眼狼。明明是我带领孩子们进入国际竞赛奥赛决赛的，是他刘希造谣我，忘恩负义的是刘希。汪主任，虽然是我带领学生们闯入决赛的，但苏老师的资历比我老，他如果非要说是他的功劳的话，那就是他吧。刘希，你刘老师殚精竭虑，为了学生，为了家长，那是鞠躬尽瘁。你还在这儿诬陷刘老师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啊，汪主任，如此没有师德行径之人，必须吊销他的教师资格。对，必须吊销。主任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？啊！你这天天请假，还带领孩子们闯入奥数决赛啊！说出去谁能相信呢？现在是学校冲刺奥数竞赛的关键时刻，你即便是跟刘老师打杂，那也应该坚守岗位。你不去医院能死啊！你不去医院能死啊！真是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是学校，又不是他家，真是这样子当看得起尊敬的人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快点走吧，真是丢学校的人呐！看着挺聪明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？我们孩子现在这么有出息，你就应该全天24小时服务，要是做不到就给我滚！对。哎呀，苏老师啊，咱们都是作为老师的，把学生们带进决赛，这说出去面上多有光啊！你倒好，能力不行就算了，3天2头的往外跑，心思啊都不在学生身上。我能力不行，我心思都不在学生的身上。如果没有我，苏老师，谢谢。哎呀，来咱们13中补习的都是乡下孩子，吊儿郎当的，肯定考不上大学。你不用这么伤心的。如果我们再不帮他们，孩子们就真没出路了。
谁让他们笨呢？这距离高考就不到1个月了，除非他们能闯进国际奥数竞赛的决赛，还要拿到冠军，才能被名校保送，不然就是搬砖的命。国际奥数竞赛吗？哎呀，苏老师，你就别这么费心了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我相信他们。装什么？不过也好，等你失败，一班的班主任就是我的了。有了这份学习计划，孩子们就可以拿上奥赛冠军了。今天开始，我带你们全力冲击奥数竞赛。苏老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就我们奥数，这连普通数，连你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，还有谁能瞧得起你们？苏老师，这是奥数的解题思路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我会单独辅导1名学生。张良轩，今天晚上就从你开始。老师，我好像明白这道题的解题思路了。这个加这个是吧？你别说，自从上次苏老师给我讲完夜课之后，我整个思路好像都变清晰了。对呀，我也是，这太神奇了吧！走，再去请教一下。好。哎呀，苏老师，你该不会还想说，这学生们的成绩都是你的功劳吧？至少也不是你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抢功劳，你真是不要脸呀！汪主任，各位家长，这是苏玉入职以来的出勤表，没有一次给学生们上过夜课，就这种态度，你们说学生成绩的提升和他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苏玉，我们学校建校以来，还没出过像你这么不负责任的老师。主任，我都是在晚上给他们辅导功课的，所以这个出勤表上没有记录。我给他们准备的复习资料可以证明的。苏玉，你是把汪主任当傻子吗？好好看看这上面写的是谁。这明明是我准备的复习资料。您不信可以问学生们，看我有没有给他们进行夜课辅导。学生的话你总不能不信吧？张良轩，你告诉大家，你们之所以能进决赛，靠的是谁？靠的是刘老师。说什么？靠的是刘老师。你说什么？苏老师，听见了吧？苏老师，你本来就没有教过我们，都是刘老师在给我们辅导。你来跟他们说，你说。苏老师，事实就是这样。
我们靠的是刘老师，与你无关。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与你无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与你无关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与你无关。你忘了刘老师跟你说什么了？同学们，你们能有今天的成绩，苏老师确实有功劳，但功劳最大的呀是我。你们平时的学习资料都是我整理的，当然也有你们自己努力的功劳。现在苏老师想要抢走我的功劳，你们可得帮帮我。我会向学校申请，保送你们进入重点大学。够了！刘老师说过，他是为了抢占功劳，你难道要为这种小人辩护吗？你不想进名校了？苏老师啊，这做人不能太无耻了。你们，苏老师，我们没有你，照样能进入奥数决赛。对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听见了吗，苏老师？到底是什么勇气让你觉得自己不可缺少的？是我没有能力，你们今天的成绩都是因为刘老师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既然这样，我走。但是你们今天说的话，请你们记住，以后不要求我回来。走啊！走啊！我没听错吧？求你回来，苏玉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学校啊，没了你这个害群之马，只会变得更好。求你！我要是求你，我从学校门口跪到你家。我要是求你啊，我游街十里挂牌向你道歉。好，你们别后悔。后悔？同意你来我们学校，才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情。既没有能力，还不负责任。有你在，简直是我们13私立中学的耻辱。走吧你！你也配当老师？赶紧滚吧！真是晦气！苏老师，你干什么呀？出事了！传奇教师苏老师被13私立中学给开除了。什么？哈哈哈！13中有眼无珠啊！备车，我要亲自拒绝苏老师到我校任职。校长，这个苏老师很厉害吗？岂止是厉害呀，他的夜课辅导啊，据说能够让学生醍醐灌顶啊！任何资质差的学生啊，在经过他的辅导之后啊，都能取得极佳的成绩。赶紧备车去接苏老师。同学们。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学习这么烂，却能考上名牌大学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是因为一名传奇教师，他仅用了1个晚上，就让我像打开了灵智一样，从垫底的学生到了高考的状元。老师，真有人这么厉害吗？当然。什么？同学们，你们不是一直不相信有这样的老师吗？这节课你们自习，我亲自把这位老师请过来。开车。这个苏玉啊，成天请假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身为一个老师，不好好为学生们着想，天天净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还和外校的人搞得不清不楚的，真是给我们学校丢脸。是啊，我也就是看不惯他那个疯狂的样子。学生们啊，迟早被他给惯坏了。刘老师啊，这开除了苏玉，你呢就放心带领学生们参加决赛吧。等奥数的冠军一到手，你就是名副其实的金牌老师。不管是全国排名第1的青英中学，还是业内定薪最好的新华中学，任你选择。
哎呀，主任，就算我到了名下，也绝不会忘记您的恩情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主任，不好了，各大名校突然到我校来，说是来挖人的。挖人？难道要是来挖我的？动作可真够快的，这。刘成武，哎呀，青云中学的校长是教育界中传说的人物呢。天啊，还有他们可都是全国各大名校的。哎呦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哎呀，刘校长，各位校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安排接待呀。你看，他们都朝刘老师走过去了，肯定是冲着刘老师来的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滚蛋吗？你好，我苏老师，我们各大高校前来聘请您，希望您能加入我们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老师，我代表南城私立一中邀请您到校执教，加入梦之队。什么？南城私立一中梦之队呀，这可是传奇班级啊！可是我们南城最好的高中、最好的班级，据说啊，只有传奇教师才能担任其指导老师呢。这一中怎么会邀请他？这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凭什么？苏老师，这是我们青英中学的教师金牌，请您收下。什么？青英中学？那可是全国排名第1的学校，怎么会给苏玉老师颁发金牌？这很厉害吗？这何止是厉害呀！啊，这青英中学自建校以来，只有过1位教师获得过该荣誉金牌。一旦成为金牌教师，那就等同于青英学校的校长，在学校里享受所有的顶级待遇，终身参与学校不公的。什么？青英中学荣誉教师，这可是传奇教师才有的待遇啊！难道苏玉真是传奇教师？难道他苏玉真是传奇教师？不，我调查过他的背景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绝不可能是什么传奇教师。要是他是传奇教师的话，怎么会来咱们学校来任职？而且我看过他的简历，很普通的。那这些学校为什么偏偏邀请他呀？各位校长啊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哦，苏玉，你是不是早就对外宣称是你带领孩子们闯入奥数竞赛的吧？真是无耻！带领学生们闯入预选赛的人明明是我。哎呀，各位校长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带领学生们闯入奥赛的根本就不是他，是刘老师。是啊，亲自带领学生们参加比赛的人是我，接受各大媒体记者采访的人也是我。你们可千万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被这种小人给骗了呀！没错，他们说的都没错。13私立中学的奥数班不是我带出来的，是刘老师带出来的，与我无关。听见了吧？他自己亲口承认，奥数班不是他带的。对呀，各位校长，你们千万不要被这种道德败坏的人给骗了。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真以为13私立中学能取得今天的成绩，靠的是什么刘希吗？苏老师根本就不用奥数班的成绩来证明他自己，他的声名享誉国际，是全世界公认的传奇教师。哎呀，什么传奇教师啊！啊，我看过他的简历，我知道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。无知。苏老师，
这样的学校根本就不配拥有您。您加入一中吧，我保证，一中的一切教学指导以您为标准。什么？以他为标准？苏老师，如果您觉得青英中学给的条件还不够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商量的。不够还可以商量。够了，没必要跟他们费口舌了。我答应你们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哎，苏老师，这边请。哎，金老师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你就是刘希？对呀，金老师，刘老师才是我们学校创造神话的指导老师。说起来啊，还要感谢你。感谢我，金老师太客气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苏老师也没有那么容易答应我。什么？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都要抢着要苏老师？难道苏老师真的是传奇教师？苏老师真的是传奇教师？不可能！主任，你看过他的简历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传奇教师。而且他在我们学校任职这几个月，3天2头请假，对学生们也不负责任，这些家长们都是知道的呀。就是王主任，您想想看，这苏玉啊都能被男人包养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？他肯定是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，把这些人给骗了。就算他去了名校又如何？没有能力照样被给。何况距离决赛不到半个，难不成他还想带领那些学生拿到冠军？哼！唉，奥数竞赛已成定局，等我拿到了冠军，到时候这些名校就会知道我比他强。刘老师，你确定这次奥数决赛没有问题吧？汪主任，您放心，预选赛的时候，我们的学生就已经拿到了最高分，跟其他学校拉开了明显距离。目前啊，我们学校是夺冠最热。这次绝对不能出现什么意外。哎，你这么想开除苏玉，不会这次奥数竞赛的功劳都是他苏玉的吧？怎么会？您还不相信我呀？当初您招我的时候，我能力是不太行，但是这些年我已经成长了呀。哎呀，的确啊，要怪呀，就只能怪那些人眼瞎，不知道你才是我们13中的璞玉。刘老师啊，这次奥数竞赛可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保证拿到冠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让我好好感谢一下汪主任。是校长。校长，您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？王阳，看你干的好事儿。校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哼，你还给我装糊涂！我出差进修几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把13中的天给捅破吗？校长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还问我？学校闯入奥数决赛这件事情，要不是我看新闻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这次呀，我们13私立中学也算是扬眉吐气了。谢谢校长夸奖，为学校奉献自己是我最大的荣幸。不错，但是啊，不能骄傲。闯入决赛只是一个开始，我相信有我们高3一班的班主任在啊，一定能夺得冠军。校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听说你开除了老师？这件事情都传到教育署的苏局长那儿了。校长，这件事他不能怪我呀，要怪就只能怪那个新来的老师，他私底下生活不检点，被群众给举报了。对，没错，不仅私生活不检点，而且毫无教导，3天2头的请假。
什么？那是该开除，可不能让他影响我们高三一班的班主任。我告诉你，那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，请来帮助我们学校提升成绩的。是校长，我已经严肃处理了。司长，罗校长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们学校的某些人品质可不行啊。有的人鞠躬尽瘁却被诬陷，有的人冒名顶替却成了功臣。苏局长，这下可以放心了，没人再能影响苏玉在我们13四里中学教学了。做得不错，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应该早点开除，省得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这次你做得不错，等我回去之后啊，给你升为副校长。哎呀，谢谢校长！哎呀，校长您放心，我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个校长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要到奥数竞赛决赛那天了。那正好可以赶上我们拿奥数冠军的颁奖典礼。没错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我们13四里中学在全国一鸣惊人。是，校长。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苏局长，这个苏玉简直是给我们学校丢脸。这还得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能升副校长呢？那主任可不能忘记我的好意哦。放心，你已经获得了苏局长的关注，好好表现，未来你的舞台会更加宽阔的。梁轩，这次你们表现得很好，放心，只要你们拿下奥数冠军，我保证你们一定能被名校录取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们一定能拿下冠军的。这么有信心？没错，因为苏已经将奥数大赛的方法论全部传授给我们，我们预选赛的时候已经远超其他参赛班级，这一次只要稳定发挥，一定10拿9稳。出去吧。梁轩，苏老师说过，还有一道大题的方法论没有教给我们。这有什么呀？奥数的题目已经被我们算得差不多了，没必要担心这个。走吧。可是，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做对苏老师并不公平，毕竟他也教过我们。有什么不公平的？苏老师是教过我们，但刘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苏老师他那是为了抢占功劳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我们一定要支持刘老师。况且刘老师说还能保送我们进名校呢，难道你不想啊？可是没有可是。苏老师已经被开除了，现在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走吧。苏老师，感谢您在这么多名校当中选择了我们南城私立一中。客气，我选南城私立一中也是因为和你的缘分，咱们一起努力。起立。苏老师好。同学们请坐。苏老师，真的是您真的来教我们了。我妈要是知道有传奇教师教导我们，那不得高兴晕了。苏老师，你本来就没有教过我们，都是刘老师在给我们辅导。苏老师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们靠的是刘老师，与你无关。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苏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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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同学们，你们有信心拿下这次奥数冠军吗？苏老师，我们这次预选赛的成绩并不是很好，排在预选赛第一的是13私立中学。
9天，给我9天时间，我让你们有90%的把握拿下冠军。这个奖台终于归我了。老师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奥数比赛？这距离比赛也没几天了，你们之前该学的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。这比赛到最后呀，就是比的心态，你们调整好心态参加比赛就行。老师相信你们。老师，这道题您能给我讲一下吗？这么简单的题都要问我吗？自己回去想。明天就是奥数竞赛了，同学们，今天我将教你们最后一道大题的方法论。等开拆这道题啊，如图在这个4边形。哎，刘老师，明天就是奥数决赛了，学生们现在情况如何？那还用说嘛，肯定没问题。我收到消息，这苏玉真去了南城私立一中执教梦之队了，而且我还听说他这几天昼夜不分的在给孩子们补课呢。以前一中确实强大，不过今年他们连预选赛的前10名都没进去。他苏玉就算本事再强大，短短10天时间，我就不信他能翻出什么水花。说的也是，这以往预选赛的冠军和决赛的冠军都是同一个班级的。没错，更何况咱们学校是断崖式领先，他苏玉再有能耐，也绝不可能超过我们。主任，你就放心吧。明天只要他苏玉敢来，我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身败名裂。学长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今晚就能回南城，要不要告知苏老师啊？不用了，我不想打扰我女儿的教学状态，我想给她个惊喜。学长，明天就是奥数决赛了，苏老师要是知道您亲临现场，一定会高兴的。这次回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欺负她。你好，13私立中学的学生请到1号考场。看1号考场，果然啊，这主办方是按照预赛成绩去安排的考场。咱们孩子所在的13私立中学啊，是这次夺冠的热门。按照正常发挥啊，估计没有其他学校能够与之匹敌了。都是刘老师的功劳。过了今天啊，刘星老师估计要成为各大名校争先抢夺的热门名师了呢。刘老师，请问您对于这次奥数竞赛的冠军有多大把握？100%，我非常相信我的学生们。你们都听好了，一会儿进去按照我教给你们的，好好应对考试。你明明什么都没教过我们。孩子，加油，妈妈在外面等你。儿子，拿下冠军，争取啊让咱们老张家扬眉吐气。你就放心吧，妈，这次冠军非我莫属。大家快看，是夺冠热门的华侨中学。刘老师，这你看，嘿，苏玉，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不成又被开除了？你们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让你失望了。我没有被开除。苏老师，
不会是之前13私立高中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傍大款的老师吧？没错，各位，他就是被我们学校开除的品质道德败坏之一。真是没想到，他今天竟然还有脸来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不会是又想要抢夺功劳吧？对，没错，他这个人啊，简直不要脸。身为一个老师，但从来不把学生放心上，私生活不检点，还天天请假出去傍大款。还有这事儿，这种人啊，简直不配当老师。苏月，苏月，今天是奥数比赛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诸位，当初啊，我是看他可怜，才把他招到我们学校的，而且还给予重任，将一班的孩子交给他辅导。没想到差点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，这种老师啊就不能用。我耽误他们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和你们吵架，我是带领我的学生来参加比赛。就你带领学生，你这种货色能带出什么学生？对，说的没错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谁说他没有资格？谁说他没有资格了？所有人都给我听！苏老是我们南城私立一中孟之队特邀的指导老师。什么？孟之队的特邀指导老师不会一直是金先生您吗？怎么变成他了？因为苏老师比我更能胜任该职位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中竟然在临考时更换老师，而且还是这个被13私立中学开除的不良教师。这个苏玉啊，还真是不要脸！哈，私底下傍大款，估计啊是走了后门了吧？金先生，你们确定要用他这种人当指导老师，让他当你们一中的老师，学生们能答应吗？我们当然答应，能让苏老师当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我们的荣幸，倒是你们13私立中学有眼无珠。你说什么？金正峰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？目无尊长！大家都看到了，什么样的老师就能带出什么样的学生来。要我看啊，还不如我们13私立中学瞎了眼找了这么一位老师。要我看啊，是不准备在这次奥数比赛当中争名次了吧？不用理他们，考试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赶紧进去考试。老师在外面等你们的好消息。老师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拿第一的。老师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拿第一的。走吧。你们也去考试吧，加油！好，孩子，好好考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打起精神！本次南城日报参加奥数竞赛的班级已经皆数入场，接下来学生们将在班级内进行作答。就这？这些题目都是苏老师讲解过的。苏玉呀，这说起来我还真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呀，我还真是没有办法拿下奥数冠军导师。是吗？这比赛还没结束呢，你怎么就能确定是你赢了呢？当然了，如果你选择的是实验中学或者启航中学，我还会担心。只可惜啊，你选择的是南城私立一中，这一中在奥数竞赛中排名垫底，想要在短时间内反超排名第一的13中，做梦！刘老师，怎么回事？陆老师，我应该把班主任的位置让给你。我知道你怪我，
你可以打我，骂我。苏玉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我没有，我还说没有。难道刘老师会自己摔倒吗？他就是嫉妒刘老师比他强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。苏玉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就算是刘老师的数学能力比你强，你也没有必要嫉妒到要打人吧？各位家长，你们不要再怪苏老师了，都是我的问题。苏老师对我有怨气，也是应该的。刘老师，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替他说话？这刘老师人真好啊！你这个贱女人，居然敢动手打刘老师！我没有，是他，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狡辩？苏玉，你到底是有多不要脸啊？敢做不敢当是吧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羡慕我们刘希老师的教学才华。哎呀，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敢对刘老师动手，看我不撕了他！住手！苏老师，你没事吧？金老师，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，跟苏老师没有关系。金成峰，这就是你邀请的特邀老师？就这素质，还敢动手打人？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两个有见不得光的关系，所以你才会让他去当梦之队的老师。也就是你们这些井底之蛙才会这么想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和苏玉老师相比，那就是星辰与皓月，而你们连仰望苏老师的资格都没有。金成峰，这苏玉给你洗脑了，你这么吹捧他？吹捧我远远不够格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倒是你们，你一个抢了别人功劳的老师，哼，只是一时的得意而已，迟早会露馅的。金成峰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冤枉苏老师的人，永远比苏老师自己清楚苏老师有多冤。苏老师为了你们的学生，殚精竭虑，把自己都快累垮了，到头来被你开除了，还背上了莫须有的骂名。你胡说，颠倒黑白。从刚才苏玉打刘老师就能看得出来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刚才他打刘老师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苏老师没有口说无凭。这样吧，要是苏老师打了刘老师，那你们南城的一中就退赛，敢吗？好，如果苏老师动手打人，我们南城私立一中退赛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嘿，我们大家伙都亲眼看到了，我们都能证明。那如果苏老师没有动手打人，又该怎么办？简单，我们向他赔礼道歉。我向他鞠躬道歉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这可是你自找。放心吧，刘老师，我们大家伙都能证明是他动了手。他呀就应该跟你道歉，退出比赛。这是何必呢？动手了，认错道歉就行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害得一中要退赛。这要是一中真因为他退赛了，那不成南城天大的笑话了。这一中的名誉啊，都让他给毁了。我看，要不还是算了。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呢，你只有拿出他没有打刘老师的证据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只有退赛。这就是证据。行，那正好，那就让大伙看看他是怎么打人的。麻烦您调一下监控。还慢着！怎么，你怕了？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老师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刘老师，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呢？你心善，
像他这种恶毒的人啊，就不能给他留面子。对呀，刘老师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一定还你个公道。泽西，如果你现在向我道歉的话，这件事我就当算了。让我道歉，没门儿！监控也不一定能拍到是我自己摔倒。苏雨，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都要让你身败名裂。看清楚了吗？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苏老师根本就没有动手打他，是他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来抹黑苏老师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游戏老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诸位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刚才我误会苏老师了。误会，好一个误会啊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苏老师打了你，这还叫误会？你把我们当傻子吗？还有你们，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亲眼看到苏老师动手打人了吗？这个我们的确是看到了，但是好像是那个角度不对。对，我们只是看错了，这就是误会吧。误会？这还好有监控，要不然苏老师就被冤枉了。现在误会解除了，刚才你们说赌什么来着？苏老师，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没必要这么认真吧？就是，你怎么能真的让我们给你道歉呢？没错，你们就该向我道歉。苏雨，不过是个玩笑话而已，至于这么认真吗？开玩笑？那如果是我输了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刘老师，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咱也不能言而无信啊。苏老师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满意了吗？当然不行。苏老师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满意了吗？当然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刚才你说的是鞠躬道歉。那如果苏老师没有动手打人，又该怎么办？简单，我们向他赔礼道歉。我向他鞠躬道歉。苏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你身为教师，这度量这么小吗？毕竟咱们也是同事一场啊。你竟然打我！你疯了！汪老师，你身为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，你这气度未免也太小了吧？大家都是同事，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刘老师，苏老师，对不起。我曾受人之托，任教于13私立中学，在这受尽了欺负，我全都忍了下来。但从今以后，我和13私立中学再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休想再欺负我！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，今天都是你们自找的。苏玉，别太得意了，咱们做老师的，最后比的还是教师能力，咱们走着瞧。没错，苏玉，你是自己把路给走窄了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会通报整个教育界，到时候你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。你呀，就只能给别人当小三儿，永远见不得光。好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最后是谁能拿下奥数赛的冠军。好啊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苏老师，以后对付这种千万不客气。放心吧，这才只是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苏玉，你给我等着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放心吧，刘老师，这学生马上就要考试结束了，他呀嚣张不了太久了。等咱们拿下了冠军，我看他还怎么抬得起头。没错，等我拿下了奥数冠军，一定要将他狠狠地踩在脚底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
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贱人，我要让他在教育界再无容身之地。糟了，这最后一道题之前没有做过，苏玉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该怎么解啊。梁轩，苏老师说过，还有一道大题的方法论没有教给我们。这有什么呀？奥数的题目已经被我们算的差不多了，没必要担心这个。难道苏毅将最后一道大题的方法论交给他们了？考试结束时间到，请考生停止答卷、反扣试卷、原位坐等，保持肃静。终于结束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们一定能拿下冠军的。这么有信心？没错，因为苏玉已经将奥数大赛的方法论全部传授给我们。我们预选赛的时候已经远超其他参赛班级，这一次只要稳定发挥，一定十拿九稳。苏玉，你就等着被我踩在脚底吧。刘老师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才是真正的赢家。苏玉，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登上领奖台。老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全都对。怎么样，梁轩？刘老师，你放心吧，这一次的冠军一定是我们13私立高中的。不愧是我儿子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咱们可以放松微笑了。刘老师，有一道题之前没有讲过，我们没有作答出来。一道题而已，我们做不出来的呀，他别人更做不出来。没错，连你们都做不出来的，其他人更不可能做出来。苏老师，我们尽力了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短短几天内成绩提升这么快。不管成绩如何，在老师眼里啊，你们都是最棒的。苏玉，对学生来说，成绩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该不会是知道南城一中拿不到冠军，会以安慰学生们吧？成绩还没出来呢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怎么，就你们想靠着他短短几天超过我们，痴人说梦？苏玉，我知道你确实有实力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半个月的时间就让南城一中从倒数变到第一。这一次我赢定了。刘老师，你跟他们瞎扯什么呀？待会儿就让他们知道跟咱们之间的差距。没错，刚才那一笔账，我要连本带利的拿回。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下午好！奥数成绩的分数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下午好！奥数成绩的分数结果已经出来了。现在由我这位评委老师刘建国给大家公布成绩。本次奥数竞赛的分数已经在我的手上了。这次参加奥数的班级总共有10个，考试的总分为100分。接下来我将陆续的向各位公布各大班级的比赛情况。南城7中80分，英华中学82分，南城3中85分。不行啊，这些学校的分数也太低了。华侨中学93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拿冠军了，这么点分数就庆祝上了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们13中的分数还没出来，现在啊高兴得太早。按照刘裁判以往的风格，这分数越高的班级往往最后宣布。看来这次南城13私立中学要夺冠了。看来啊，他们已经把自己视为冠军了。考场上他们最后一道大题明显不对，还想拿冠军，就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。南城13私立中学，南城13私立中学整体分数
95分。刘老师，你看，我就说冠军一定是我们的。哎呀，刘老师，你就是我们13私立中学的功臣。看来啊，那些所谓的名校也不过如此。你们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各位不要生气啊！我们针对的不是你们一家学校，而是说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回家了。我们13私立中学才是最强的。目中无人，这就是你们为人师表的品德吗？95分，这已经是接近满分的成绩了。看来这次奥数竞赛冠军将是南城13私立中学，这可是特大新闻！一所普通高校居然打败了各大名校。苏老师，怎么回事？对了，金老师，你们南城一中的分数怎么还没公布啊？该不会是没及格吧？哎，没错，按照以往的比赛呀，这比赛分数最低的，主办方是不会公布的。原来这就是梦之队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。什么名校啊！请了苏玉这种没能力还道德败坏的老师，那成绩自然是一泻千里啊！苏玉，你耽误的可是学生们的前途哦。没错，这预选赛的时候呢，南城私立一中还能拿个名次，这换了个老师，连个名次都没有。南城私立一中真是眼瞎，请了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，不及格应该的。这南城私立一中临时换老师，成绩居然差到连公布都没有，看来这苏玉果然是误人子弟。不应该呀，我们都是按照苏老师的方法论去答题的。不错。我明明已经答完了所有题目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按照苏玉的方法去答题是拿不到分数的。啊，没错啊，苏玉之前在校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老师，所以才被我开除了。没想到他竟然骗到了一中的校领导，去担任了梦之队的指导老师，简直是误人子弟。苏玉根本就不配当老师。苏玉，要不你还是继续回来我们13私立中学吧。汪主任说什么呢？怎么能让他回来呢？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我的意思是让他回来，不是继续当老师，而是当宿管。宿管，感情好啊！哟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刚才看漏了，还有一个学校的成绩没有公布，南城私立一中的分数是什么？还有这个班级便是南城私立一中。不可能，这一中的成绩怎么可能最后公布呢？放心，裁判刚刚说了，漏掉了一个班级，冠军啊肯定是我们的。对，满分100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现在我宣布，获得本次奥数竞赛的学校以及班级是南城私立一中梦之队。Yes。哇，苏老师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苏老师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能得到您的指导，我们真是太荣幸了。我啊，只是引导你们，最关键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努力。刘老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我们家孩子一定能拿冠军的吗？刘教授，这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是在质疑我们的评判？哦，不是，那就是他作弊，一定是他作弊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怎么可能拿冠军？哼，作弊不可能。考试题目是我出的，监考也是我来的，全程严格保密，一定不会出现作弊的现象。这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苏月，你真卑鄙啊！你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，故意没把最后一题给我们讲出来，是吗？没错，我原本想把最后一道大题的方法论教给你们，但你们这群白眼狼不仅否认我的付出，还将我赶出学校。这不可能！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教学能力？对，汪主任，
他就是没有教学能力，最后一道大题能答对也是蒙的。蒙的，就算我的学生蒙对了最后一道大题，那也叫实力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各位，或许你们很好奇，为什么13私立中学的学生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高的成绩？那是因为苏老师的教学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正是因为苏老师的教导，我们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。一中学生成绩虽然不错，但是在这次奥数竞赛中确实一般。就是他去执教了几天，学生成绩突飞猛进，拿下了满分冠军。难道就是他的功劳？说起来也得感谢你们汪恩熙，要不然苏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学校执教。这次冠军也更加轮不到我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这冠军十拿九稳吗？于老师，之前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？说没了苏玉也能夺冠的？我怎么知道他还留了一手？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之前13私立中学的成绩那么耀眼，都是因为苏老师？不是的，跟苏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根本就没有付出。不信你可以问家长们。对，我儿子完全是靠自己，是靠刘老师。他一个普通老师，没资历没经验，怎么可能带出冠军？谁能证明？我能证明，我能证明。陈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再不来，你就要被他们污蔑死。梁校长，你是想证明他是你的小三吧？小三？苏韵为了13私立中学这群普通学生能闯入奥数竞赛，差点在医院就没命了。你抢他功劳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眼看着别人污蔑他是小三。校长，你自己的小三儿，你当然维护了。就是明明就是刘老师带我们孩子去参加比赛的，明明抢功的就是他苏玉。我们孩子是高考的关键时刻，他竟然不经过我们同意就去看病，他就是死也应该死在考场。所以他身为老师，竟然当了别人的小三儿，这种不知羞耻、没有师德的垃圾就应该被开除。苏玉，你得了冠军又如何？名声败坏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当老师？你们真是有眼无珠。苏韵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苏韵，你还不明白吗？13私立中学他们根本不重视你的付出，你给他们1对1的夜课辅导，可他们呢？13私立一中就是一群白眼狼。是我没有早点看清楚这些人的真面目，把我一片真心对学校付出，这就是错付。污蔑苏韵，说我包养，证据呢？梁校长，你好好看看，你好好看看。刘喜，这些照片你是哪来的？咦，怎么还想动手？若想人不知呀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你藏得好，根本就发现不了了？我看啊，这种误人子弟的垃圾学校，还是趁早关门吧。王主任，我刚才一直想不明白，他苏玉没经验、没资历，是怎么带出冠军的？现在看来呀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孩子们年纪都还小，你说会不会是受什么人蛊惑了，故意考的低分？他一个普通的教师，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让南城一中脱胎换骨，答对所有题目？他呀，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卑鄙手段。哦，好啊，苏玉，一定是你让孩子们故意考低分，好让南城私立一中夺冠。方阳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这群白眼狼能听我的？这群白眼狼能听我的？你别忘了，我被学校开除，也有他们一部分功劳。苏玉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的学生，他们不过是个孩子，有什么错？如果不是你抢了功劳，他们也不会对你有意见。对，刘老师说的没错，苏老师，明明就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呢？哎呀，儿子啊，他连小三儿都敢当，
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？为了上位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没错，一定是他苏玉使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才让学生们都没有完成最后一道大题。一定是苏玉搞的鬼。苏玉，让你抢我的冠军，看我怎么让你身败名裂！我家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你没事吧？你们家孩子考不上大学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应该找刘老师。你还敢狡辩！你是白痴吗？学生们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。你们13私立中学应该有监控，到底是谁的问题？查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。你们13私立中学应该有监控，到底是谁的问题？查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。对，查一下监控，到时候我看他怎么狡辩。刘老师，别怕，我们替你做主。方主任，家长们都同意调监控了，你们都听，不会是怕了吧？哼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怕什么呀？来。老师，知道几天能给我讲一下吗？快点的那种自由剧情。刘老师，你就是这么教我们孩子的？上课打游戏，纵容孩子们睡觉。刘老师，请你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刘希，你怎么能在上课时间玩手机打游戏呢？还让孩子们睡大觉？你难道不知道让孩子们来学校是为了什么吗？汪主任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到底是谁让13私立一中的学生们脱胎换骨闯进奥数决赛？这回大家都清楚了吧？你还敢污蔑苏老师，让他替你背锅，你也配当老师？刘希，我问你，给孩子们复习奥数，带领学校闯进奥数大赛的，到底是你还是苏月？汪主任，你不相信我，难道还不相信奥赛组的那些评委老师吗？我上课玩手机打游戏，让学生们睡觉，这都是因为我们一起复习的太累了。真的？我对天发誓，我为了学生们再苦再累，我都留在班级里和孩子们同甘共苦，比他作业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我怎么可能教不好学生们呢？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啊！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啊！刘老师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该误会。他苏玉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抛弃学生们去医院，就这一点，他比刘老师差多了。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被苏玉给骗了。各位家长，你们也不要怪孩子们，不是教学问题就好。杨校长，这你都听到了？主任，对不起，我差点让学校名誉受损。我保证，以后就算累死，我也死在课堂上。不是你的错啊，要怪呀，就只能怪某些人不配当老师，竟然拿孩子们的前程做题。我不配当老师，方主任，你真的那么确定他只是累了休息玩手机？哼，当然，我相信我们学校的老师。怪不得苏韵斗不过你们，刘希，你还真是无耻！放屁！明明无耻的是他苏玉，为了逼我们求他，故意让我们误会刘老师，他真是恶毒！都给我闭嘴！苏老师真是瞎了眼，他让你们这群白眼狼还蛊惑学生考低分，最后一道大题他们会吗？苏玉，你真卑鄙啊！你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，故意没把最后一题给我们讲出来，是吗？苏老师在比赛前一直在南城私立一中，从未出过校门。一中的所有老师、所有梦之队的学生都可以组织。没错，苏老师这几天24小时备课，就没离开过一中，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靠努力闯进奥数，努力怎么没拿冠军？刘希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还诬陷苏韵是我的小三？
苏月，你告诉他们，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告诉他们，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算了，神哥，反正我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苏月，你就是太善良，所以才被他们骑在头上这么欺负你。我呸！我看他呀，就是不敢承认。我看啊，还要点脸，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是别人的小三儿，丢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了。看他以后还怎么当老。我看呀，南城私立一中之所以把夺冠的功劳算在他的头上，没准啊，他在一中傍上了什么高管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成为梦之队的指导老师呢？是吧？所有人都给我听好，苏老师是我们南城私立一中梦之队特邀的指导老师。什么？梦之队的特邀指导老师不一直是金先生您吗？怎么变成他了？因为苏老师比我更能胜任该职位。秦老师，如果家长们所说属实，您现在就可以举报，可别把自己辛苦的功劳让别人都给抢去了。您放心，我们13私立一中啊，永远欢迎你。您呐，没必要在南城私立一中受委屈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金老师，我还有家长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那我可要实话实说了。哎，到现在你们还不知道悔改，分不清大小吗？这是一帮睁眼瞎。苏老师为了让你们的孩子考上大学，一对一辅导，让他们闯进奥数决赛崭露头角，你们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污蔑苏老师，你们还配做人吗？至于你以为13私立中学能有今天这个成绩，靠的是什么刘希吗？动点脑子想想，他要有这本事，还要跟苏老师当助教。告诉你们，苏老师就是那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传奇教师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过他的简历，非常普通，他怎么可能是那位传奇教师？因为我是受人之托来了13中，我想低调一点，所以隐瞒了自己之前的职业经历。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说谎！你不是传奇教师，学生们能闯入奥数决赛的是刘老师的功劳。什么功劳啊？哎呀！校长，您终于来了！苏老师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正是因为有你，我们13私立中学才能夺得这次奥数比赛的冠军。校长，我们不是冠军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什么？有苏老师在，怎么可能不是冠军？校长，那个苏玉啊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了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什么？你把苏玉开除了？王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校长，这您是知道的呀。这苏玉作为一班班主任刘希老师的助理，在学生们闯入奥数决赛后，妄想抢夺刘老师的功劳，他还在校外乱搞，所以我就把他给开除了。之前打电话的时候，你还夸我做得好呢。混账！谁让你把苏玉老师开除的？苏玉老师是我费尽千辛万苦邀请来的，你怎么会把他开除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刘希，你骗我啊！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苏玉是校长邀请来的。苏老师，您是我邀请来的老师，怎么可能会被开除呢？罗校长，没有任何误会，是王主任将我开除的。这里边一定有误会，麻烦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回到我们13私立中学吧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我已经在南城私立一中任职了，不会再回13中了。校长，您没必要对他低声下气，他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吗？是啊，校长，我天天跟苏玉在一起，他没有教学能力的。住嘴！你们两个蠢货，苏老师也是你们两个能质疑的吗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哼，他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吗？
苏玉老师就是享誉国际，唯一带着大夏学子闯入奥数决赛，并且夺得冠军的传奇教师。什么？苏玉是传奇教师？怎么可能嘛？苏玉他怎么可能是传奇教师？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哼，不然你以为13私立中学作为南城倒数的学校，凭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闯进奥数决赛？苏玉就是那位传奇教师，可惜你们有眼无珠，亲自赶走了这位教学经验丰富、具有帮助学生实现梦想、逆天改命的传奇老师。刘雪老师，你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，您才是带领孩子们闯入奥数决赛的功臣呐！是啊，当初是你告诉我们，功劳是你的，苏玉是要抢你功劳的。刘老师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还需要解释吗？事实就摆在眼前。真的假的？这次是怎么回事？苏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哼，再不来，苏玉就要被冤枉死。我知道，苏局长，这件事情我正在解决。苏局长，苏玉的确犯了错误，就算他是传奇教师，那他抢功劳也是事实啊！嗨，刘老师才是我们学校最出色的老师。哼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们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了吗？就乱下结论。你仔细看清楚，你眼中的宝贝金牌教师刘希，哼，学历都是造假的，连高中他都没有读完，甚至他连教师资格证都是伪造。这种人也能教学生？王阳，看清楚了，他连学历都没有，这种人怎么有教学能力？你还没有明白吗？这一切功劳是苏玉苏老师的，而他也是被冤枉那个人。这怎么可能嘛？刘希老师不是13私立中学的金牌老师吗？难道我们从始至终都误会苏玉了？苏玉老师才是真正的传奇教师？苏局长，我也是被他们欺骗的，所以才冤枉了。我以为被开除的是其他人，不过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。王阳、刘希这种败类也能被你招进13私立中学，这个教导主任，我看你别干了。刘希，是你害了我，你把我害惨了。刘希，原来是你一直在陷害苏老师。苏老师才是我们13私立中学真正的功臣。王阳，当初招聘的时候，你已经看过我简历了，假证假学历，是你给我办的。班长，你还说？当初我是看你可怜，想着给你个机会啊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奸诈小人。罗校长，你们13私立中学都是这种人。局长，这些事情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情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刘希，你还不老老实实交代一切？交代什么？就算我的学历、我的教师资格证是假的又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带领学校闯进比赛，给学生复习奥数是他所有的功劳？难道就不是他靠卖身换来的？哼，到现在还贼心不死啊！我就给你们看看。老师，我好像明白这道题的解题思路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自从上次苏老师给我讲完夜课之后，我整个思路好像都变清晰了。对呀，我也是，这太神奇了吧！走，再去请教一下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为什么会有我们学校的监控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不懂得感恩？苏韵当时真是眼瞎了，看你可怜才让你在身边当助理。他对你毫无保留，倾囊相授，帮助你在学习上进步，在教育界站稳脚跟。可是你是怎么回报他的？抢夺他的功劳，给他造黄谣，让他丢尽脸面，还包养小三。告诉你了，苏韵就是我的女朋友。苏韵，
就是我的女朋友。苏韵在13立中学执教的这几个月，为学生们是呕心沥血的备课上课，将一群不学无术的学生们带到了奥数竞赛的舞台上，甚至不惜勒垮了自己的身体，毅然在预赛当天还陪着学生们。可是就是被刘希抢夺了功劳。你们不明辨是非也就算了，还污蔑他，开除他，你们也配当校长吗？没错，我也可以证明，是他们将苏老师亲自赶出学校，还污蔑苏老师，是他们不配当老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个刘希也太坏了吧！这简直有辱我们教师的名誉。苏局长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渣就应该抓进监狱去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刘轩，你快告诉他们，不是所有的功劳是我的功劳。刘轩，都怪你，是你害得我们失去了冠军的资格。苏老师，对不起。别，我可受不起。苏局长，校长，如果不是苏老师，我们根本都不可能闯进奥数大赛。这一切都是苏老师的功劳。苏老师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听刘老师的话，是他，就是他蛊惑我们，说你为了抢占功劳，还说是他在教我们，还说什么学校能给我们保送的名额，这跟我没关系。对，都是刘老师指使的。什么？还有这事儿？这几个月来，一直都是苏老师悉心教导我们，是我们恩将仇报，过河拆桥，还把苏老师给赶走。对不起，苏老师，我根本都没想这么做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吃不好睡不好，苏老师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没拿冠军，是我们罪有应得。对不起，苏老师，我们错了。你们快起来吧。哎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们本来拥有一位传奇教师授课，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，而你们却不知道珍惜，反而错信一个庸师。难道苏玉真是那位传奇教师？废话，我三顾茅庐邀请来了，还能有假？我竟然亲手开除了一位传奇教师，我到底是犯了多大的错呀？原来小丑一直是我才是小丑。传奇教师一直在京都执教，没想到竟然来咱们南城了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听信了刘希的鬼话，开除了苏老师这样一位传奇教师。你的确有眼无珠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想要请苏老师到校执教费了多大的功夫，而你们却不知道珍惜。传奇教师是被授予国家勋章的传奇教师啊。没错，能够成为传奇教师的学生，那可是百万学子的梦想。各大高校争先恐后想要招入的老师，竟然被你们拒之门外，真是可笑。这群学生本来有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，竟然被你们自己亲手断送。苏老师，这些都是他指使的，是他让我把你赶出学校的，是他想霸占你的功劳，这些跟我们孩子没有关系呀。对，苏老师，跟我们孩子无关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们孩子一次机会，你再教他们1年，让他们考上一个好的大学。求我？你们还记得你们把我赶出校门那天说的是什么话吗？求你！我要是求你，我从学校门口跪到你家。我要是求你啊，我游街10里挂牌向你道歉。苏老师，是我有眼无珠。苏老师，只要你愿意再教我们孩子，我保证，我游街10里向您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空。我这一辈子教书育人，我拿真心育好礼，好礼烦什么伤我心？我应该管你们叫老师，是你们
给我好好上一课。一个学生要学习的不仅是知识，更应该学习的是品德，是素质，是人品，这些才是人之根本。一个孩子的成长，无论是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工作，他们这一辈子会遇到无数个老师，但他们只有一个家长。家长的言传身教，很多时候甚至比我们当老师的还要重要。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，希望你们记住。爸，剩下的就交给你姐姐吧。爸，什么？你是苏局长的女儿？爸，剩下的就交给你姐姐了。什么？你是苏局长的女儿？苏月，苏局长，这下完了。原来苏局长说的是苏长，罗校长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们学校的某些人品质可不行啊。有的人鞠躬尽瘁，却被诬陷；有的人冒名顶替，却成了功臣。苏老师，我不知情啊，这才纵容了汪洋的这个行为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。麻烦您就看在13中学生前途的份上，回到我们13中学吧。哎呀，对呀，苏老师，我也是被骗了啊！我真的是不知情啊！我求求你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就再回我们13中吧！啊，王校长，如果我不是苏局长的女儿，如果没有其他人为我澄清，我将会一辈子背负小三这个恶名。你也是老师出身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恶名对于一名老师意味着什么吗？汪主任，你说过的话难道自己忘记了吗？我可不想耽误13中学学生们的前途。汪主任，你说过的话难道自己忘记了吗？我可不想耽误13中学学生们的前途。苏月，今天是奥数比赛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诸位，当初啊，我是看他可怜，才把他招到我们学校的啊，而且还给予重任，将一班的孩子交给他辅导。没想到差点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。这种老师啊，就不能用。我耽误他们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我今天来这里，不是来和你们吵架的，我是带领我的学生来参加比赛的。就你带领学生，你这样的货色能带出什么好学生？苏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诚恳地向您道歉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样，只要你愿意回我们13中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苏老师，只要您愿意回来，您就是我们13私立中学的副校长。汪洋、刘希，你可以随意处置。处置？我只是一个教师，我只会教书育人，不会处置人。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都是你们这些人，让我们13私立中学错过了苏玉老师这位传奇教师。你们都是13私立中学的罪人，都给我滚！苏玉，你是传奇教师，为什么要选择来我们13中这种学校执教？
为了一份恩情，为了一份恩情，全班35名学生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数学及格。我真的适合当老师吗？校长，对不起啊，您再另外找老师吧，我只会误人子弟，不适合当老师。儿子，不要放弃自己，为师者不论尊卑。就冲这桌子上教案，你已经是一个好老师。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学生们。老师的路从来不是你一个人走，是我们大家一起。13私立中学的老校长是我职业生涯的灯塔，如果没有他，或许我早就放弃了老师这个职业。但正是因为他的鼓励，我才坚持了下来。几个月前，罗校长曾经找到我，他希望我帮助13中学的学生提高成绩。想到老校长的恩情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但我没想到，还给我的全都是伤害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怪不得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是我，都怪我，是我辜负了老校长对我的期望。如果我能调查出事情真相，就不会让苏雨老师蒙受着不白之冤，都是我的错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真是活该。晚了，老校长的恩情我已经还完了。为师者，无论尊卑，你不配当一名老师。全完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！哎，苏局长，这不是我的错啊！哎，这都是他刘星的主意。把刘星带走。真是活该。就是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真是活该。就是。罗志聪，你必须想办法把苏老师给请，否则你就等着关门吧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们也不会错怪苏老师，伤了苏老师的心。苏老师人那么好，只要咱们诚恳道歉，肯定会原谅咱们的。对，就算对我们有怨气，孩子也是无辜的。就是，孩子也是无辜的。就是。各位不要激动，你们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把苏老师请回来。对，1天。罗志聪，我们只等1天。要是回不来，你们13私立中学就等着关门吧。走。他看你干了好事儿。校长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是3跪9叩，也要把苏玉老师给请回来。金小峰，苏老师呢？汪主任，你找苏老师做什么？你们把苏老师藏哪儿了？藏？苏老师现在正在办公室备课。哎，这里应该是苏老师。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还嫌害的苏玉不够吗？苏老师，我求你啊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那个刘希现在已经被罗校长给开除了，
学校现在已经恢复你的名誉了。一些恢复名誉，你就想让我跟你回去啊？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羞辱我，怎么将我赶出学校的吗？苏玉，上班时间擅离职守，置学生们不顾，你还配当老师吗？主任，我是身体不舒服才请的假，因为我请假没有带孩子们去参加竞赛，你就要开除我吗？不舒服就可以去医院。身为老师，你就是死也要给我死在讲台上。苏玉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高3一班由刘希刘老师亲自接手。哎呀，苏老师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苏老师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汪主任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道德绑架我跟你回去？苏玉，我已经给你跪下，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给我台阶？这话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我不就是听信了谗言，错怪了你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啊？现在家长都已经闹翻天了，你是不是非要看着13私立中学关门你才满意啊？13私立中学关不关门，家长闹不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呀可是南城私立一中的老师。老杨，现在报应来了，也算你们自食恶果。小陈峰，你给我闭嘴，这没你的事儿。苏玉，难道你非要看着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学生考不上大学吗？是他们亲自把苏老师赶出13私立中学的，他们考不上大学，是他们咎由自取。老杨，你是怎么有脸回来请苏老师的？我要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传奇教师，你们都能开除，脑残。对，13私立中学啊，都是脑残。你们，苏玉，我现在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汪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也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不是你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。13私立中学的人跟事儿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汪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也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不是你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。13私立中学的人跟事儿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苏玉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的人。你说这话不害臊吗？13私立中学识人不明，亲自赶走了苏老师，现在13私立中学要倒闭了，又要理直气壮的让他回去，你还要？金城峰，要不是你们开出的诱惑条件，苏老师他会来你们学校吗？苏老师堂堂教育界传奇教师，谁不想？也就是你们13私立中学识人不明，一帮睁眼瞎的东西。那当初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，苏老师就是传奇老师，否则我也不会。王阳，蹬鼻子上脸是吧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骂得好，打得好，骂得好。王阳，你活该被打。苏局长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脸面求我女儿回去？就你们这种愚蠢的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哎呀，
苏局长，苏老师，他要是不跟我回去的话，那家长还有校长他们不会放过我的，我求求你了啊！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活该！你赶紧滚，以后再敢来骚扰我女儿，后果自负。苏局长，滚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傻孩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忘了？陈峰，金老师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我在大悦城订好了位子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苏局长，今天这晚饭不仅仅是过生日吧？杨校长一大早可就来了。都怪你，苏雨，孩子们有自己的路，你不可能天天陪着他们，也该考虑考虑以后的事儿。苏玉啊，别耍性子了，怎么少了你一个，地球还不转了？这南城私立一中啊，有金老师、李老师，不差你一个，你也该休息休息了。这俩小人办不好，你怎么答应我的啊？欧阳，苏老师请回来了吗？我请了，他不回来呀。他不回来，那我们孩子怎么办？我请了，他不回来呀。他不回来，那我们孩子怎么办？就是，请不回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回去请！滚回去请！都给我闭嘴！把苏玉赶走的又不是我一个人，你们也参与了啊！是你们把他给逼走的！你放屁！我们是被你还有刘希给骗了，才会误会苏老师，罪魁祸首才是你们。要是请不回来，就把我们的学费全退了，不然我让人把这里砸了！冷静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郭家长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给苏玉带回来。你要是能请回来，那早就请回来了。别废话了，苏老师那儿我们自己去道歉。来，给我砸！校长，校长，校长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还没完。要是我们孩子考上大学，我烧了你们学校！你们最好祈祷苏老师能够不计前嫌，继续回来教孩子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！完了，我们13私立中学完了。哎呀，怎么不见苏老师啊？苏老师怎么都回去吧，苏老师不在。苏老师来了！苏老师，求求你继续给我们孩子上课吧，我们孩子不能没有你啊！我们愿意花钱，只要你继续教我们孩子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对，我们孩子愿意转学。金老师，转学需要多少钱？你说个数啊！苏老师，您放心，您这次要是再生病了，我们不会阻止您去医院的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可是我们孩子学业的关键时刻。哼，你没能力，身体也不行，就别来祸害我们家孩子了。就算生病了，你也应该坚守岗位。要是耽误我家孩子拿奥数冠军，保送名校，这后果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你。对不起，我的命只有一条。对不起，我的命只有一条。你们的孩子我教不了，我还有课就先走。
你们不要再来找我。苏老师，你不能不管啊！苏老师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就帮帮他们吧！苏老师，你不能不管呀！苏老师，走，去找13四里中学算账。走。自作孽不可活。